二战打到1944年末期，日本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日军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连最关键的战略据点塞班岛也失守了，绝对国防圈被撕裂。要理解这一局势的严重性，我们需要详细了解一下什么是绝对国防圈。绝对国防圈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为了本土防卫及继续战争所设定的一个战略防线。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大本营在1943年9月25日制定，随后在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得到了确认。这一圈的设定包括了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及中西部太平洋地区、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以及缅甸等地区。这些地区被认为是防止敌人进攻本土的重要战略区域，是日本在面对美军和盟军进攻时的防线核心。当绝对国防圈被撕裂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关键的战略据点，还面临着资源的严重短缺。日本战场上的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尤其是战斗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几乎全军覆没。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日本不得不派遣一些经过简短基础训练的学生飞行员上战场。然而，这些新手飞行员在菲律宾海战、马里亚纳海战中表现惨不忍睹，他们面对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如同烈火鸡般被屠戮，因此被戏称为马里亚纳烈火鸡。面临如此严峻的局势，日本海军急需采取措施来补救防卫缺口。为此，他们组建了以陆上基地为出发地的大规模攻击舰队——日本帝国海军第2航空舰队。这个舰队的战斗方针主要依靠夜间空袭来进行攻击。这支舰队制定了4种不同的攻击设想，分别针对美军从菲律宾、本州至九州、九州至台湾以及北海道等地的空袭威胁。美军在成功攻占塞班岛后，将下一个目标设定为菲律宾。为了为对菲律宾的攻击铺平道路，美军开始对台湾等地展开海空扫荡。1944年10月5日，美军第3舰队指挥官小威廉·海尔赛接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切斯特·威廉·尼米兹的指示，对台湾岛的军事设施及港口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一指示标志着美军对台湾实施的攻击将会是全面而彻底的，旨在削弱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能力，为进一步的战略行动奠定基础。1944年10月10日，美国海军第38特遣舰队对冲绳、琉球群岛发起了空袭。此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富武正在台湾视察。虽然他知道第38特遣舰队的空袭会为美军的登陆部队开导，但他并不清楚美军具体会登陆哪个地方。然而，面对这一威胁，丰田决定开始反击。日本第2航空舰队司令官福留凡迅速将手下约470架战机从九州至台湾沿线的机场集结到台湾，同时驻扎在菲律宾的第4航空军也开始加强战备，严阵以待。日军在美国发动攻势之前，虽然已经在努力探查美军的位置，但对美军的具体数量和意图并没有明确的推测。然而，日军很快判断出美军的主要目标是支援对菲律宾的作战。因此，在日本时间10月11日早上开始，日本对以菲律宾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的锁敌。配备对海搜索雷达的日本侦察机迅速确定了美军舰队的位置。10月11日下午6点半，日本联合舰队发布了12日作战目标概要，下令日本海军第762航空队替攻击部队于夜间从冲绳、琉球起飞，利用黑夜及薄暮时刻对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发起攻击。同时，台湾岛上的日军意识到自己成为了美军大规模攻击的目标，全岛战斗力量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地面防炮人员迅速就位，战斗机则准备在太阳升起后随时升空拦截。美军则将其舰队航空战力划分为38、1至38、4等4支战斗部队。38、2特遣舰队负责压制台湾北部1/3的地区，包括现在的台北都会区、桃园市、新竹县市、宜兰县等。38、3特遣舰队负责中台湾，而38、1与38、4特遣舰队则负责南台湾。第一天，38特遣舰队共派遣了1378架战机，旨在压制台湾岛上的空中有生战力。1944年10月12日，汉考克号航空母舰 CV-19的船员在准备对台湾进行空袭期间，将火箭装上飞机。然而，美军在这一行动中没有刻意组织防空准备。当天，台湾冲航空战正式拉开序幕。这场战斗将持续5天。日军在台湾东方海域发现了美国空母机动部队，
美军的战斗机在早上6点起飞，迎战日军的拦截机。面对强悍的美军，已经逐渐落伍的日军惨遭败北，仅38、2和38、3特遣舰队就击落了100架日军飞机，而美军仅损失了9架战斗机。同时，美军派出的地狱俯冲者与复仇者式等攻击机群对台湾的防空设施进行了轰炸，但并没有有效摧毁台湾的空防系统。日军针对美军舰队的攻击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果，他们派出了近90架银河轰炸机、天山舰上攻击机和4式重型轰炸机发动夜袭，但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与雾天，损失了54架飞机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对于美军来说，唯一可以称为损失的事件是普利希特号驱逐舰遭38、4特遣舰队的友军误击。进入10月13日战役的第2天，天气依然恶劣，美军对台湾的空袭效果不佳，因此取消了1400之后的轰炸计划，这使得美军能够集中精力应对日军的夜间攻击。当天下午，日军替攻击部队如同前一天一样，计划在日暮时分对美军舰队发起攻击，但再次遭到美军的严厉反击。不过，日军也有所斩获，一架银河成功发射鱼雷，击中了堪培拉号重巡洋舰，造成23人死亡。当日，美军总共只有2艘重巡洋舰受创，而日军却谎报称击沉了包括11艘航空母舰、8艘空母、4艘战舰在内的45艘舰艇的大战果。这2天的战斗是整个战役的核心，日军遭遇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在台湾空战中，日军动用了1251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与美军以17艘航母为核心的舰队对抗。最终，日军损失了312架战机和轰炸机，而美军的损失为89架战机，其中64名飞行员阵亡，还包括2艘巡洋舰受创。此外，台湾岛上的270架飞机几乎全部被击毁。在台湾空战后的几天里，美军对台湾岛上的重要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包括屏东、虎尾等地的糖厂，这些工厂能够制造酒精燃料；高雄港及冈山飞机制造厂，该工厂遭受了650吨炸弹的轰炸，以及石油炼制工业等。1945年5月31日，美军发动了台北大空袭，日军因防卫力量严重受损，根本无力有效应对。台湾冲航空战对日本航空战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得日军在随后的菲律宾战役中缺乏足够的战机来掩护部队，导致联合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受了严重的重创。在回顾台湾空战的历史背景后，让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遭遇的空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938年2月23日，当时正值武汉会战的紧张筹备阶段，中国军方获得了一份关键情报。报告称，台北的松山机场停放着大量日本作战飞机，并且存有丰富的军用物资。基于这一情报，中国方面决定寻求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帮助，计划对台湾进行空袭，以摧毁松山机场及其军备。苏联援华航空队经过详细研究，认为此次空袭是可行的。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1938年2月23日，28架苏制斯伯2轰炸机从南昌的青云浦机场起飞，向台湾进发。这次空袭不仅是对苏联空军的挑战，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远程轰炸任务。斯伯2轰炸机由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设计，是当时苏联空军的主力轰炸机之一。这种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为7吨，能够容纳3名机组人员，最大时速可达410公里，最大航程为980公里，最大载弹量为600公斤。然而，从南昌到台北的距离已经接近斯伯2的飞行极限，因此飞机必须在5000米高空飞行，以节省燃料。由于苏联飞机缺乏供氧设备，飞行员不得不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忍受高空缺氧的艰难考验。然而，苏联飞行员克服了这些困难，成功完成了这次空袭任务。此次行动不仅是苏联空军远程轰炸能力的首次实践，也标志着台湾在甲午战争后首次遭遇空中打击的历史事件。通过这次空袭，苏联不仅展示了其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也为后续的空战战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台湾在这次事件后开始更加重视空防建设，为后来的战事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当时，日本在台湾几乎没有任何防空意识，没有雷达系统，也没有设置防空哨岗。实际上，日本方面完全没有预料到会遭到空袭。
当苏联的轰炸机穿过云层，飞抵松山机场上空时，日本人甚至误以为这是自家飞机的飞行。松山机场当时被整齐排列的各种型号的日本军用飞机所占据，机场周围还布置了大量的储油罐。苏联空军的轰炸机毫不留情地向这些目标发起了攻击，首先是投下炸弹，随后是机枪扫射。随着一枚又一枚炸弹的爆炸，松山机场瞬间被火光照亮，整个机场变成了一片火海。日本的飞机接连爆炸起火，储油罐也纷纷被点燃，形成了惊人的火光和浓烟。这次空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40架各种型号的日本军用飞机被摧毁，储油罐中的油料被炸毁，足够使用3年的燃料也付之一炬。机场的设施几乎被夷为平地。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参与空袭的苏联飞机均成功返航，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次空袭行动堪称是一次极为成功的军事打击，其效果甚至超过了珍珠港事件。或许正是这种成功的空袭行动，为山本56的珍珠港偷袭计划提供了灵感，使其能够在之后的战事中采取类似的战略。